Hello，大家好，我是卓斯。今天想带大家来看看我在心动小镇里打造的一个以北美旅行补给站为主题的家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choolie？ 在北美，人们会把退役的黄色校车改造成可以居住也能旅行的移动住宅。这种生活方式在北美蛮受欢迎的，也是不少人梦想中的移动小家。这次我打造了我心目中的 Schoolie， 再搭配超市、园艺区和小型停车场，尽量还原北美公路旅行时常见的补给站场景和氛围。本次建造有大量运用到卡位的技巧，我终于知道该如何电脑卡位了，太感谢您之前耐心教我了。那我会在展示完每个区域后放上相关的我认为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建造过程。房车的车头我用这个猫咪茶几作为车的标志，猫猫牌，你的信赖之选。一般校车上不是会有个 stop sign 吗？于是用这个企鹅路牌来模拟那个感觉。先来讲解下我是如何卡位车侧身的 stop sign 和车头的猫猫标志。这次是用小巴士来示范。我建议建造你的房车时，不要抵着家园的边缘来建造，最好预留出一格的位置，因为这个企鹅路牌只能放在地板的边边才能出现这个效果。在确认位置后，把会妨碍的建材或者家具先卡在天上，放好路牌再卡走，继续完善车身。猫猫标志也是，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是4块格子的正中心，所以在建造巴士车头时要预留出一格的位置。卡好地板后，把作为辅助的柱子去掉，并把墙壁先移开，把茶几放到4块地板的正中间，保存退出就完成了。最后车轮我是用了左边这款镜子，因为右边镜子过于小了，车却很大，会导致整体看起来不那么协调。一上车，右边是驾驶位，左边是开放式厨房。车的内部主要以粉色、白色、木色为主。觉得楼梯很占地方，所以基本都用家具来当阶梯使用。这个房车里有日常需要的灶台、床，也有爱好需要的写作台、钢琴、画板，我都弄了双人份的，可以和好友一起进入专心模式，只要把房车的门一关，就不怕有人来打扰了。这边这个传送门是方便我去屋顶拍作品的。房车我是从车轮开始，先用矮墙大概摆出自己要的长度和位置，感觉这么大的车6个轮子比较合理。卡位前用地板标出自己要的地方，以防摆错位置。这边我用了栏杆，可以用任何建材，只要可以把墙壁卡在这就行。记得要用你未来不会再变动的墙壁和地板。电脑版卡位就是调成高级模式，位置调整好后，点击右下角的勾，按住鼠标左键，不要松开，同时往右上角移动，连按2下这个一只眼的图标，手速一定要快，要有闪电5连鞭的速度。全部弄好后，左边确保保存好后，退出并重进建造，就会有你要的效果了。你可以用你喜欢的屋顶调整出圆弧的外观，只露出一半的屋顶，其他部分得遮起来，营造出车头的感觉。决定调整一下屋顶的大小，因为这个部位算是翘脚的地方吧，刚好是我想要摆放左右两边倒车镜的位置。我是想保留校巴本来的黄和黑的外观配色，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出专属于你的房车。安装上我们的前车窗，以及标志性的黑线。车身的高度看个人需求，想东西放多一些，衣服有2层的情况下又不想太压抑，可以参考我这个高度。黄色部分是由4个半墙组成。因为车身较长，车顶需要2个屋顶。最后在车底放上几盏顶灯，这样晚上看起来不会太昏暗。这是搭配小镜子车轮的效果，因为车身太大，感觉整体很割裂，还好最终选择另外一款镜子作为车轮。房车停在小型停车场的旁边，这里专门放了个购物车，模拟上一个顾客急着离开，购物车随手一丢就走了。
停好车，当然要进沃尔商店逛一圈。这个超市的灵感主要来自北美常见的大型超市，像沃尔玛这类型的店铺，门口放了4个黄色防撞柱。进门后拿上购物篮，开始逛超市。这个超市的内部布局比较简陋，因为想展示的小东西太多，但家园沉重又不允许我过分细化。一般沃尔玛里会配有麦当劳，那我这边配了一个小的咖啡店，旁边就是熟食区，有贴心地放上小心地滑的 A 字牌，因为这一块算是海产区。靠近进门处的是个促销专柜，夏日限定之爆米花热狗。后面的小角落放上我出版的书本，接着是蔬果和冷柜区。从这边跳上来是一些餐点或者鸟虫收集的展示区。另外，我还弄了个自行车停放架，这样既可以满足我想展示自行车的想法，也可以让楼上看起来有内容些。2楼的另一侧主要是用来摆放各种岛屿。超市的外观非常简单，就是长条的盒子，而且有参考的建筑，所以超市的配色没有费太多功夫。超市内部原本打算规划成2层，但总觉得空间太压迫，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整体动线都没有想象中舒适，最后还是改成挑高的设计，整体看起来更宽敞。这个独木桥摆放的自由度相对高一些，所以可以稍微细致地摆出简单又短的字母。有尝试过用置物架来，感觉还是差点意思。超市外面是园艺区，这个4层金属花架，我是参考了沃尔玛的园艺区域的花卉展示架，不过是没有轮子的版本。第一次用这个围栏，意外发现原来可以拉高，于是灵光一闪，正愁花朵没地方放呢，而且正好也可以当做一个隔断来划分区域。我最喜欢的是围绕这棵树而建了一小块生态区，因为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在这块区域，为了不让这个吊床的顶部视觉上悬空在树里，所以用了些灌木丛来遮盖和填充，延续了我伊卡生活驿站本身就有的观鸟区，同时把动物摆件融合在观鸟站架和池塘中。这是它白天的样子，整体外观简洁利落。到了晚上亮起灯来，也还蛮有氛围感的吧。希望这次的旅行者补给站能给大家一些新的建筑灵感。感谢观看，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